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换一个形式啊，我是在家里来录一个视频，继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口腔保健啊，还有呢就是看牙医的一些疑惑或者困惑呢，来做一些交流。我昨天呢去医院进行了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注射啊。好心的护士，他特地呢关照，除了回家以后要多喝水，要注意有没有一些类似感冒的症状。另外的话呢，就是特地关照，打了针以后的1-2天里面呢，千万不要运动。那我自己呢，也作为一个老的医务工作者，一位退休的牙医，当然对于这些医生护士的医嘱特别的丰富呢，肯定是言听计从啊。确实有2天了没有外出骑行。同时呢，也在观察打了疫苗以后对身体的一些反应啊。那幸好呢，并没有特别的反应。那在家里呢，也闲不住，总是想做点什么事。正好呢，有一位朋友啊，今天给我打电话。很多呢，在外地的朋友啊，他们跟我打电话，大部分都是向我咨询牙齿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如何去得到解决。很多情况呢，他们都是已经去见了牙医。在牙医那边呢，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检查，也做了一些治疗的方案。他们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啊，也希望听一位专业人士的朋友呢，来给他们再做一些说明，或者消除一下他们心中的一些疑虑。对于这样的朋友的咨询呢，我当然是当仁不让啊，也是有求必应，肯定呢，根据我自己这方面的专业的理解，为他们施以解惑。可是这位朋友呢，他并非是在治疗前对这些治疗方案呢，希望能够听一下我的第二的意见啊，而是呢，他已经接受了治疗以后，感觉哪里有一些不大对劲，或者呢，跟他事先理解的啊有些不一样，似乎呢有一些情绪，并且呢，对他去的那个医疗机构啊，那位给他做治疗的医生呢，有些不满。他跟我说了一下他的情况，他说呢，有一颗大牙啊，原本呢，他是在前几次的去某个牙科诊所找了某位牙医看诊的时候呢，专门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希望呢，通过这个牙神经的治疗，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基本上也都了解的根管治疗以后呢，来做一个牙套的修复。那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呢，是一个治疗牙病、保存牙齿、修复牙齿的一个常用的方法，也是我们牙医呢比较常用的一种手段。问题呢是他按照约定去到了这位牙医那边，打算呢去做这颗牙齿的治疗的时候，牙医说为了慎重起见，还得要再进行一个更细致的检查。在去除了这个牙齿的一些坏掉的部分以后呢，还专门用牙科的显微镜来进行一个检查。结果呢，在显微镜下面呢，就发现这颗牙齿呢，已经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通过根管治疗来进行治疗和修复的地步，并且呢，也专门请了这方面有经验的医生的会诊，最终呢，得出一致的结论。就是这个牙齿呢，已经因为损坏严重，出现裂缝，没有必要再进行根管治疗。即便你做了根管治疗，可能很快就会发生牙根的断裂，或者是感染这样的风险。那么针对医生的建议和详细的说明，我这位朋友呢，也明白医生讲的有道理，心里虽然感到非常的遗憾，但是呢，还是接受了医生的建议。把这颗牙齿呢拔除，等过几个月以后啊，再进行种植或者是牙桥，再来修复缺牙，恢复牙齿的功能。这些整体的方案呢，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呢也完全认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唯一感到不安的就是这个牙齿在做拔牙手术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疼痛。当时他得到的是明确的承诺，现在牙科呢，基本上都是无痛治疗原则，而且现在的麻药呢，非常的管用，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呢，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疼痛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尽可放心。既然这样，我的这位朋友呢，他也就打消了疑虑。
结果呢，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啊，确确实实他也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只是呢，他就感觉啊，拔这个牙好像并不容易，大概超过了半个小时。拔牙结束以后呢，医生也给他做了很多拔牙手术以后的关照，当然也给他开了一些消炎药、止痛药，并且呢，也给他配了一个冰袋，嘱咐他呢，在24小时以内啊冷敷。他回到家里以后，当然一切照做啊，但是问题是到了第5天的时候，感觉这个脸呢还是肿得很厉害，而且局部的疼痛呢，从治疗以后回去就一直存在。虽然说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呢，让他感觉这个疼痛啊，完全就不像当时在拔牙前这个诊所的医生跟他讲的，拔牙是不痛的。虽然拔牙的时候确实不痛，但是回到家里感觉一直有疼痛感，而且呢，脸还比较肿，当然也影响到他的进食，甚至说话。所以呢，他充满疑惑的给我打来电话，向我咨询这样的情况，第一，正不正常？会不会有什么异常的状况？第二的话呢，说好的是一个无痛的拔牙，结果为什么在拔完牙以后还会有如此的疼痛？我的这位朋友呢，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士啊，他并没有首先在向我咨询的过程当中对那位给他治疗的医生表达任何的不满，他无非呢就是希望能够听听我的意见，是不是他在哪些地方理解的不对，或者呢是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呢，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可能会造成他这样的一个疼痛。同时呢，他也跟我提出了一个他的疑问，拔牙过程当中的无痛和拔牙后的疼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完整的治疗的行为？我呢就根据我对他提出的一些拔牙后出现的疼痛的情况、肿胀的程度等等的一些询问呢，大致也了解到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拔牙后的一种反应，并且呢也给他解释了一下，拔牙特别是在某一些没有松动的牙齿，它的牙根要从牙槽骨里面拔出来的时候呢，肯定会造成某一些的损伤，因人而异，就会造成一些肿胀、疼痛这样的反应。这种反应确实也是因人而异，程度不一，即便处理同样的问题，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这种反应的程度。所以呢，我也就是按照我的一般的理解啊，泛泛一说，并且呢，根据我的判断，没有引起发烧，面部的肿胀呢已经开始在消退，拔牙窗的边上呢并没有波动感，而且呢一直也没有明显的出血等等来判断，应该呢很快就会慢慢的消退。所以也就是安慰了他几句，相信呢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呢，也给他进行了一些解释，拔牙造成疼痛的一些原因。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他也能够明白，可能只是觉得自己的牙齿比较难拔，医生呢为了要拔出一个难拔的牙齿，可能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引起的创伤的范围呢相对比较大一些，再加上每个人的机体的反应也不一样，就会造成这么一个拔牙后的肿胀和明显的疼痛感。这位朋友听了我的这么一番解释和说明之后呢，他也就基本上放下心来，打消了一些疑虑。同时呢，也明白了拔完牙，尤其是拔牙时间比较久，引起一些创伤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拔牙手术之后呢，确实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疼痛。唯一让他有点耿耿于怀的就是他在拔牙之前向医护人员反复的询问过拔牙痛不痛，结果得到的回答呢非常的明确，拔牙是不痛的。虽然呢他也理解医生说的拔牙可能是拔牙手术过程当中保持无痛，但是呢作为一个病人来讲，他可能在问拔牙痛不痛，应该还包括拔牙以后。所以呢，我今天也就是想趁着这个机会啊，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拿出来，多多少少的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们在市面上啊，在街道上现在到处见到有很多的牙科诊所，我们在媒体上啊，甚至在很多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甚至还有一些地方的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呢，经常也会有医疗方面的广告。
其中呢，牙科的广告呢也是屡见不鲜的。现在的牙科的广告呢，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把牙科的治疗呢跟人们的美好生活的愿望挂钩，尤其是那些种植牙的广告，比方说今天种完牙，今天就可以咬苹果，1个礼拜就可以享受美食等等。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老百姓来讲，非常容易被这样的对齐自己美好愿景的医疗广告所吸引。这样的广告，它直接对齐的是一个结果，完全把这个治疗的风险、承受的痛苦和复杂的过程都省略不提，只是把最后的那个修复后的好的结果呈现给大家。第二种宣传，几乎去到各家诊所都会从这些诊所的客服那里听到，我们诊所采取的是一个无痛治疗的方式，甚至还会给你介绍很多，比方说无痛注射器等等的设备。这些诊所向老百姓承诺的是整个治疗过程当中的一种舒适感，所以一方面呢是对其一个美好的结果，同时呢又承诺给你一个治疗过程当中的舒适性。其目的当然是让你看见修复后的牙齿，它的功能，它的美观，同时呢又打消你在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对于疼痛的恐惧，并以此呢来吸引老百姓能够做出决定，来医治好换牙，尽快的呢决定接受治疗。牙科医疗呢，它是一个和治疗身体疾病，尤其是那些关乎生命、治病救人那种大医疗有所不同。牙科医疗呢，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呢是让生活过得更美好，享受美食，享受时尚的生活。所以客观来讲，牙科医疗的目的和老百姓对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呢，应该是一致的。这个呢，就好比人们通过健身、美容，通过美容保健品的推介来了解它的功效，进而呢，能够对其自己更健康、更好看这样的一种目标。也就是说，我并不反对很多诊所向老百姓宣教的时候，展示我们牙科诊所和牙医的心愿，让有牙病、缺牙的老百姓呢，能够提前看到经过治疗和修复所达成的牙齿更加能够享受美食，促进身体健康，让人们更接近时尚的生活，这样的一种愿景。但是呢，我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诊所承诺的所谓的无痛治疗，通过这样的一种宣传，我觉得是一种噱头，来吸引更多的老百姓接受牙科的治疗，甚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被误导。我对这样的过分强调牙科治疗当中的无痛，以此作为一种噱头来吸引更多的老百姓走进诊所接受治疗，但是呢，完全有可能最终的这个结果和感受和当时所得到的信息中间具有的巨大的反差，最后呢，反而会造成老百姓在这样的反差面前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蒙骗，结果呢，让一个原本是希望老百姓呢能够得到治疗，来获得他们更好的牙齿的功能和美观这样的美好愿望呢，变成了一种营销的手段。这个呢是我所不认同，也是非常反对的。我觉得呢，任何一位医生，任何一位专业的医生，他是不会贸然的跟病人承诺任何治疗的无痛。我们的医生唯有呢，通过对病情的了解，对治疗结果的说明，并且在实施这样的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有一份菩萨心肠，以最小的损伤来得到治疗之后最小的疼痛、最小的反应。也就是我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过的拔牙并没有那么简单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理念，就是我们医生除了我们在做任何一个治疗，尤其是拔牙的治疗之前，要明确诊断，要做好准备，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以微创的理念，以最轻柔的手法来进行治疗。通过这种微创的治疗，它对齐的就是在治疗之后能够尽可能的达到无痛或者微痛，或者尽可能减少治疗带来的反应。虽然说这样的治疗也是因人而异，并不能保证每个人完全无痛，
或者没有任何的术后反应。我觉得呢，有良知的医生啊，他不会，更不应该呢，在治疗前向病人做出这种无痛治疗的承诺。因为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医疗机构，没有人能够保证所谓的治疗的无痛。理由很简单，因为呢，治疗它并不是在治疗的一个过程当中，打了麻药以后，让你有一些麻木感，在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让你感觉到无痛。而是呢，整个的一个治疗过程，它应该延续到在治疗后，在你的创伤得到恢复的整个过程当中，它都属于治疗的一个过程，这么一个范畴。所以呢，对于一个医疗机构来讲，没有人能够保证整个治疗中、治疗后的整个过程当中能够保证无痛。医生呢，唯有通过不断的精进自己的医疗技术，积累更多的治疗的经验，减少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创伤，尽可能以最轻柔、最小的损伤来完成整个的一个治疗过程。不仅仅是需要在治疗过程当中就以拔牙为例，做到我跟大家分享过的微创的原则，而且呢，也是要通过提前的治疗方案的设计，找到最合理、最快捷的治疗的路径，使得治疗的过程尽可能缩短，也就是说，让病人承受创伤的时间尽可能缩短。这样的话呢，才能在治疗以后避免大的反应。因为病人在治疗后出现肿胀、出现疼痛、出现炎症，甚至呢面临着感染的风险，往往跟两个方面有关。一个是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造成的大的创伤，还有呢，就是这种创伤的时间越长，术后的反应就肯定越大，炎症呢就会更加强烈，甚至呢会面临机体的抵抗力下降，造成细菌感染，出现全身的症状。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所谓的无痛治疗、无痛拔牙、无痛种牙，以及关于各种无痛这样的各种牙科的治疗，基本上都已成为一种吸引病人营销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本不应该，甚至是虚假的这种承诺、虚假的这种宣传，往往呢变成了诊所里头某种负责经营、营销这样的人员他们的一种吸引顾客的手段，变成了一种消费的行为。牙科医疗虽然跟普通的大医疗有所区别，牙科诊所它有一些企业经营的元素，但是医疗机构都是救死扶伤、关乎百姓健康的医疗单位，绝不能和生意画上等号，更不能用做生意的那种营销的手段来把病人当作顾客，以服务代替医疗，以虚假的承诺来招来顾客，来吸引老百姓。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应该群起反对、坚决抵制的地方。虽然很遗憾，社会是非常复杂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当然也包括医护工作者，也会有思念，也会为了利益不顾道德，忘记医务工作者的初心。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来做一个牙科治疗无痛只是一种噱头，唯有医生医者父母心，以尽可能微创的理念来对待每一项的治疗，尤其是那些创伤性的治疗，比方说拔牙，比方说其他的一些手术，基于这种微创的理念，同时以最娴熟的技术、最合理的手术的设计，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才能确保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流畅高效，进而达到微创，以使得我们的病人在治疗后以最小的反应，甚至超乎我们病人对疼痛的担心，使得大家在治疗后感受到治疗带来的这些反应和疼痛远不如预期。只有这样，大家才会对医疗更有信心，对实施医疗的医护人员更加信任。也只有这样，在以后万一需要其他的治疗的时候，才可以更加的配合，和医生一起来面对疾病，争取最好的治疗结果和预后。最后呢，我也是想提醒，包括我的朋友在内，也包括有缘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网友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对医疗有更好的认知，对医生
不管是诊断还是治疗方案，或者是对治疗结果预后的期待，都应该建立在一个科学、合理、真实的基础之上。尽可能的呢，在治疗之前能够通过跟医生的更多的交流，对自己的病情有准确的把握，对医生将要实施的治疗的过程有所了解，并且对治疗的结果能够有一个切合实际的预判，以达到一个更好的预期中的令自己满意的治疗结果。同时我们也是要有所警惕那些把医疗当成生意做的所谓的医疗机构和医疗行业当中把挣钱放到第一位的个别的医生们。在面临医疗需要这种很高的专业知识和老百姓对这方面缺乏了解之间的不平衡之中，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同时呢，也要放下那些不符合医疗实际的所谓的美好的愿望，尽可能的让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健康，以避免需要通过重大的一些手术治疗来解决病痛的尴尬而痛苦的局面。最后呢，就祝各位朋友保持身体健康，通过平时了解医疗的常识，结交有缘的医生，并且呢，通过定期不定期的健康保健来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以避免治疗带来的痛苦，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今天呢，就全当我跟朋友们的一场交流，以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来跟大家慢聊。那今天的牙医说无痛治疗并非真的无痛，这个话题的分享呢，就到此结束。欢迎医学专业人士指正，希望朋友们发表你们的见解。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大家的一贯的支持，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